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国故事时间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。对，这个故事叫愚公移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故事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了，但到现在还是很多中国人都知道的。而且特别神奇的是，故事的主人公叫愚公，就是愚蠢的老人的意思。但是听完这个故事，你绝对不会觉得他愚蠢。哈哈，对，其实这就是这个故事最巧妙的地方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问问你，如果你家门口有2座特别大的山，每天出门都要绕很远很远的路，你会怎么办？正常人肯定是搬家吧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老人，他选择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办法。他要把山移走。没错，把整座山移走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？确实很疯狂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故事最早是记录在《列子》这本古书里的。《列子》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本哲学著作。那个时候的人就已经在思考一些很深刻的哲学问题了，比如说，什么是真正的智慧？什么是真正的愚蠢？对，这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里面包含的道理特别深刻。我们慢慢来讲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中国北方有一个老人，大家都叫他愚公。愚公已经90岁了，住在2座大山的北面。这2座山，一座叫太行山，一座叫王屋山。你能想象吗？2座山就像2堵巨大的墙一样，把愚公的家围在中间。每次愚公想要出门，都要绕着山走很远很远的路。年轻的时候还好，但是90岁了，走这么远的路真的很辛苦。有一天，愚公实在受不了了，他把全家人都叫到一起，开了个家庭会议。愚公说，这2座山挡在我们家门口，每次出门都要绕路，太不方便了。我决定我们全家一起努力，把这2座山移走。你能想象当时家人的反应吗？肯定都觉得老爷子疯了。对，愚公的妻子第一个站出来反对，她说，你连院子里的一个小土堆都挖不动，怎么可能移走这么大的山？而且，挖出来的土和石头要放到哪里去？这个问题确实很现实。但是愚公早就想好了，他说，我们可以把土和石头都扔到渤海里去。渤海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海，虽然也很远，但总比没有地方放要好。愚公的儿子和孙子们听了，觉得这个想法虽然很疯狂，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。对，年轻人总是比较容易接受新想法。于是第2天，愚公就带着儿子和孙子们开始挖山了。他们用锄头、铁锹一点一点地挖。你知道吗？连邻居家的小孩都来帮忙。有个7、8岁的小男孩换了牙齿还没长齐，也拿着小铲子来挖土。哈哈，这个细节特别可爱，说明愚公的行为感动了很多人。但是也有人觉得愚公太愚蠢了。村子里有个人，大家都叫他智叟，就是聪明的老人的意思。智叟看到愚公每天挖山，就忍不住要嘲笑他。智叟说，愚公啊，愚公，你真的太愚蠢了，你都90岁了，连山上的一棵草都拔不动，还想移山。面对这样的嘲笑，愚公是怎么回答的呢？愚公很平静地说，你才是真正愚蠢的人，你的心比石头还要硬，什么都不肯相信。然后愚公说了一段特别有名的话，他说，
我虽然会死，但是我有儿子，儿子死了，还有孙子，孙子又有儿子，儿子又有孙子。对，子子孙孙无穷无尽，而山不会再长高，为什么移不走呢？这句话真的特别有力量。愚公用这种方式说明了一个道理，时间是站在他这一边的。这就是这个故事最核心的智慧。愚公看到的不是眼前的困难，而是长远的可能性。智叟听了愚公的话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，就灰溜溜地走了。愚公继续带着家人挖山，他们每天都在挖，从春天挖到夏天，从夏天挖到秋天。虽然进展很慢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。这个时候，故事出现了一个神奇的转折。对，山神知道了这件事。山神很担心，如果愚公真的把山移走了，自己住在哪里呢？于是山神去找天帝，把愚公移山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天帝听了以后，被愚公的精神深深感动了。天帝说，这个老人有这样的决心和毅力，真是了不起。于是天帝派了2个力大无穷的神仙，一夜之间就把2座山搬走了。一座山搬到了朔东，一座山搬到了雍南。从此以后，愚公家门前再也没有山挡路了。这就是愚公移山的故事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？对，但是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神仙帮忙，而在于愚公的精神。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故事想要告诉我们什么。首先，愚公真的愚蠢吗？表面上看，一个90岁的老人要移走2座大山，确实听起来很不现实。但是仔细想想，愚公的想法其实很有道理。他不是要在自己有生之年移走大山，而是要开始这个过程。对，他想的是几代人的努力，这种长远的眼光其实很有智慧的。而那个叫智叟的人，虽然名字里有智，但是他只能看到眼前的困难，看不到长远的可能性。所以到底谁聪明谁愚蠢呢？这就是这个故事最巧妙的地方，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智慧。在中国文化里，愚公移山已经不只是一个故事了，它变成了一种精神象征。对，当中国人遇到很大的困难时，经常会说愚公移山，意思是只要坚持不懈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，如果你真的坚持去做，可能真的会实现。而且你注意到没有，愚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的家人支持他，邻居的孩子也来帮忙。对，这说明当你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时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你。如果你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，你会发现中国人真的做了很多愚公移山式的事情。比如说，中国人在沙漠里种树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真的把一些沙漠变成了绿洲。还有修建青藏铁路，在世界屋脊上修铁路，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，但是中国人做到了。三峡大坝也是一样，这么大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。所以你看，愚公移山不只是一个古代的寓言，它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。对，它告诉我们，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不要轻易放弃。而且要有长远的眼光，不要只看眼前的困难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要团结更多的人一起努力。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但是如果大家团结起来，就能创造奇迹。
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它对愚和智的重新定义。对，在这个故事里，愚不是真的愚蠢，而是一种朴实的坚持。而智如果只是耍小聪明，看不到长远，反而是真正的愚蠢。这种价值观在中国文化里很重要。中国人更欣赏那种踏实肯干的人，而不是只会说不会做的人。对，中国有句话叫大智若愚，意思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看起来可能很朴实，甚至有点愚。但是他们能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，最终会取得成功。愚公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花言巧语，但是他有坚定的信念和持久的毅力。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，改变是可能的，即使看起来不可能。对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某些事情不可能改变，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太短浅了。如果我们能够像愚公一样，用几代人的时间来看问题，很多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。而且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现代意义，就是环保。怎么说？你想想，现在我们面临气候变化、环境污染这些大问题，是不是也像愚公面前的大山一样？对，这些问题看起来很难解决，需要全世界人民几代人的努力。但是如果我们都有愚公的精神，从现在开始行动，一点一点的改变，总有一天会成功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古老的故事在今天仍然有意义。它不只是一个故事，更是一种人生哲学。对，它教会我们怎么面对困难，怎么坚持梦想。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就是故事里那个7、8岁的小孩，对，他换牙都还没换完，但是也要来帮忙挖山。这说明愚公的精神感染了所有人，不分年龄。而且小孩子的参与也很象征性，代表着希望和未来。愚公移山本来就是为了后代，为了未来。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版本，在不同的时代，人们会给它加上不同的解释。但是核心的精神是不变的，就是坚持和毅力。对，无论时代怎么变化，这种精神都是有价值的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在中国，如果一个项目很困难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，人们经常会说这是愚公移山式的项目。这个故事也告诉外国朋友，中国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。中国人相信，只要方向正确，只要坚持不懈，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。这种思维方式帮助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。对，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，你会发现愚公移山的精神无处不在。修高铁、建机场、发展科技，每一个成就背后都有无数人的坚持和努力。而且中国人不怕困难，不怕时间长，只要认准了方向，就会一直做下去。这就是愚公移山精神在现代社会的体现。当然，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困难。不是所有的山都需要移走，有时候绕路也是一种智慧。对，关键是要判断什么时候应该坚持，什么时候应该变通。愚公移山的精神是好的，但是也要结合实际情况。这就需要真正的智慧了。不过总的来说，这个故事传达的正能量是很强的。它告诉我们不要轻易说不可能。很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，如果你真的去做，可能就会变成可能。而且要相信集体的力量，相信时间的力量。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一群人可能做得到。
一代人做不到的事情，几代人可能做得到。这就是愚公移山给我们的启示。对，这个故事虽然简单，但是道理很深刻。他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，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坚持，什么是真正的智慧。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听听这个故事，想想自己生活中的大山是什么。对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挑战。有时候这些困难看起来很大，让人觉得绝望。但是如果我们有愚公的精神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而且要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对，就像愚公有家人支持，有邻居帮忙一样。当你做正确的事情时，总会有人支持你的。这个故事真的很美好，它给人希望和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流传2000多年，到现在还有人讲。好的故事是不会过时的，因为它触及了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。愚公移山就是这样的故事。它告诉我们，平凡的人也可以做不平凡的事情。只要有决心，有毅力，有正确的方向。对，这就是中国人从这个故事中学到的。也希望听我们讲故事的朋友们能够从中得到启发。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想想愚公，想想那个90岁还要移山的老人，想想他的坚持和勇气，然后告诉自己，我也可以。对，我们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中的愚公。好了，愚公移山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希望这个古老的中国故事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思考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，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，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谢谢大家。我们下次再见。